前幾天有朋友和我說，他想查一款真力时的手表，搜索的時候突然发现真力时的某百科里竟然是我的视频，既然被翻了牌子，不如今儿咱们就来聊聊拥有160年历史的真力时。Hello everyone， 我是生豆。1865年，乔治斯·法菲尔·杰克特先生怀揣着打造完美实际的远大目標，在瑞士利洛克小镇的比洛德街34號創立了首家制表工坊。當時這家工坊的理念就特別超前，不但大面積地運用了寬敞的窗戶，營造出明亮的空間，每座工坊之間還有連廊，即便遇到惡劣天氣也可以穿梭自如。同時，工坊還開創性地將制表所需要的技術匯聚在了同一屋檐下，運用一體化的全生產鏈模式，讓單個零件到整表裝配的每個過程都有跡可查，既可以保證質量，還可以很好地提供售後服務。這種可追溯的方式延續至今，現在只要去真力時的官網完成相關注冊，大概30天的時間就可以查詢到相應手表的檔案。要是有機會去利洛克旅遊呢，各位還可以親自去感受一下這間表廠當年的樣子，因為自從創立以來，真力時的表廠從未搬遷。遠大的抱負加上扎實的制表工藝，讓真力时在當年，尤其是猶如諸神之戰的各類天文台競賽中斬獲眾多獎項。我看某百科上寫，截至2011年，真力时累計共獲得了1565項精密計時大獎，而到了2025年，這個數字其實已經變成了2333項。不嚴謹地說，在160年的每個月裡，真力时平均都能奪得大約1.215個獎項。1969年，真力时以西班牙語中譯為第一的 El Primero 為名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整合式高振頻自動上鏈計時碼表機芯，其振頻高達每小時36000次，計時精度也達到了1/10秒。這無疑是制表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飛躍。然而，隨之而來的石油危機為傳統制表業帶來了重創。當時，真力时的美國經營者甚至要求變賣所有生產 El Primero 的設備，轉而去制作石英機芯。好在彼時為真力时工作的查爾斯·維爾默將關於 El Primero 的圖紙設備都封存在了表廠的一面磚牆後。到了1980年代 ，El Primero 終於重見天日，並和勞力士的迪通拿之間發生了一段制表界相互成就的故事。時至今日 ，El Primero 仍是真力时制表的靈魂，並以星宿為名一路前行。其實真力时在1969年還有一個影響至今的大事件，就是推出了以8邊形表殼搭配14邊形表圈的 Defy 系列。據說當時為了宣傳 Defy 系列的堅固耐用性，真力时將6塊 Defy 腕表綁在了摩托車的輻條上來進行測試，並且為 Defy 贏得了保險箱的美譽。如今，風格鮮明的 Defy 系列已經成為真力时鋒芒與個性的表達。在這個系列當中，你可以看到獨特的零重力裝置、1/1秒計時的極速指針、藝術家潘通的光譜色彩，還有潛水、極限等領域的專業腕表。2024年 ，Defy 還在全網的徵集下有了自己的中文名稱“巔峰”。相較而言 ，Defy 巔峰系列當中的 Skyline 天際腕表佩戴起來精緻幹練，也更適合都市精英的日常通勤。今兒咱們就從簡約到複雜推薦幾個 Defy Skyline 的表款。Defy Skyline 天際腕表採用了41毫米的多刻面金剛表殼，搭配靈感源自早期 Defy 設計的12邊形表圈，既保有硬朗奢華的運動風，佩戴起來也毫無壓力。表盤中鐫刻的4芒星是真力時上世紀60年代雙 Z logo 的當代演繹，太陽放射紋增添了光線在4芒星上流轉的層次感。日期與小秒盤在3點與9點位置水平分布，仔細看，這個小秒針的轉速特別快。每10秒就能轉完一圈，小表盤上也僅有一個數字10，這便是 El Primero 高振頻機芯精確至1/10秒律動的直觀呈現，而這也是 El Primero 被稱為星宿機芯的原因之一。如果你更偏愛極致的線條和精密感，那這款 Defy 系列鏤空天際腕表就以充滿未來感的視覺張力，將雙 Z logo 提煉成鏤空表盤中的骨架，氣質鮮明地表達出果敢與自信。鏤空盤面與機芯主夾板、表橋及透底表背的心形擺陀色調一致。不同打磨工藝處理的飾面，讓光線在層層遞進間清晰地勾勒出鏤空構造的每一道線條。巴頓式時標和等寬的10分指針都在細節中強化了這份硬朗的氣質。
為了保持盤面布局的對稱性，小秒指示盤被放置在了6點的位置，依舊是以10秒每圈的速度快速轉動。當然，作為計時領域的翹楚，真力時自然也少不了給 DeFi Skyline 安排上高精度的計時功能。DeFi 系列天際計時碼表就延續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期 DeFi 與 Alpamiro 計時機芯強聯手的血脈。稜角分明的42毫米表殼及表圈，已自帶幾分天生的傲然。鐫刻四芒星的表盤中，你會發現3個小表盤當中的標刻都是15、30、45和60，這和多數計時碼表都大相徑庭。按下表殼2點位置的計時啟動鍵，答案便昭然若揭。這一次以10秒完成一圈旋轉的是中央計時秒針，再配合3點鐘位置的60秒計時盤，就能以0.1秒為單位讀取計時。換言之，這款腕表的計時精度已經遠超市面上大多數的主流計時碼表。6點位置是60分鐘的累計計時盤，9點位置則是以秒為單位運轉的小秒盤。在4點和5點的時標間呢，還設有了非常實用的日期功能。那接下來的這一款 DeFi 系列鏤空天際計時碼表，以鏤空的精密構造為底色，進一步將1/10秒的精妙過程呈現於眼前。雙 Z logo 的骨架與機芯整體結構和諧統一，硬朗的線條貫穿始終，沒有一絲的拖沓，帶來如建築般的強勁剛毅。得益於對比鮮明的雙配色方案，鏤空的小表盤、立體刻面時標、指針都仿佛懸浮在表盤之上，顯示清晰。在細節上，2款 DeFi Skyline 天際計時碼表呢都表現不俗，比如表盤外沿的刻度區域就使用了呼應表殼與表圈的圓形與12邊形，通過長短不一的標刻，營造出了豐富的延綿感。與計時相關的指針尖端都點綴了醒目的紅色，確保計時讀取一目了然。為了保持鏤空的對稱美感，所以這款腕表並沒有設置日期功能。以上幾款 DeFi 系列天際腕表呢，不僅具備100米的防水性，所搭載的 Alpamiro 星宿機芯還擁有60小時的動力儲存性能。這對於高振頻，尤其是對於帶計時功能的高振頻機芯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同時，每一款腕表也有豐富的盤面色彩選擇，而且它们都搭載了非常方便更換表帶的快拆系統，可以非常輕鬆地進行一鍵式表帶更換，完全滿足我們生活當中所面對的多場景的佩戴需求。我自己覺得藍色和 Skyline 要表達的天際意境更加的貼合。但要說到藍色，就不得不提真力時為慶祝160周年推出的 DeFi 巔峰系列天際計時碼表160周年典藏版。那這款腕表呢，通體以藍色的陶瓷打造，搭配了藍色的四芒星鐫刻盤面以及 Alpamiro 星宿計時機芯，限量僅160枚。不過這款腕表真的很挑人，因為它的顏色雖美，但非常考驗穿搭的功力。如果你是個中高手，它會瞬間成為一件時尚的吸睛利器。總的來說，如果你在尋找一款有故事、有技術、有顏值的腕表，不妨把真力時的 DeFi 系列天際腕表加入你的選擇清單。更何況呢，它還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1/10秒的走時和計時的過程，在同等價位下呢，也非常具有市場競爭力。那麼問題來了。各位對於計時碼表，或者說今天我們給各位推薦的搭載高振頻機芯的真力時天際碼表，有怎樣的看法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了。我是生動，也希望各位可以給到一個一鍵3連的大動作。我們下期見嘍！